AI 人工智能的战争觉醒 ，AI 无人机机器自主作战，镭射武器战场上的星际大战，镭射武器的主要作用，无人机天空中的无声猎手，脑机接口士兵与机械的极限融合，通讯站看不见的数据战场，通信方面俄技术相对劣势，太空站星际战争的序章。从乌克兰到台湾，科技决定战争胜负。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如果你曾经沉迷于《银翼杀手》或《攻壳机动队》的未来世界，那么恭喜你，我们正一步步走向这些科幻故事中的现实。AI 变得比以往更聪明，无人机在战场上自主决策。Neuralink 让人机交互变得像黑镜中的场景，通讯站已经成为各国军事对抗的前线，而太空战或许就在我们头顶上演。如今 AI 早已渗透到现代战争的每个角落，从无人机的自动目标识别到战略决策辅助，人工智能正成为各国争夺的关键技术。想象一下，一场未来战争的指挥室内，决策者只需要问 AI 敌军下一步会做什么，然后屏幕上立刻显示敌军可能的行动路线，甚至建议最有效的反制措施。这时候 AI 不仅仅是辅助，部分无人作战平台已经具备一定程度自主决策的能力，这是否会让我们走向终结者的世界？这个问题恐怕连科学家都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人工智能无人机是能够完全自主执行任务的无人飞行器，无需人力自动化。它们能够分析环境，识别敌军，自行规划，甚至能够在战场上进行自我学习与适应。乌克兰军文网站报道，亚速旅于2月21日公布一段特殊的救援影片，记录了他们如何突破战场限制，在前线战壕中抢救一名重伤战士的过程。该名战士颈部遭弹片重创，大量失血，情况危急。在此危急情况下，无人机成为最快速且安全的救援方案。空投物资包含完整的输血设备、骨髓注射器、保温装置，以及钙剂、止痛药和抗生素等必要药品。值得注意的是，执行这次紧急输血的医护人员本身也受伤，还需要一名上肢截肢的步兵协助。从伤者受创到最终撤离，前后历时约10小时。这次及时的战地输血成为挽救伤者生命的关键。目前，该名伤员已顺利送后方医院，持续接受救治。这次行动凸显乌克兰近期战地医疗的重大突破。2023年之前，乌国规定仅有专业医师可执行输血。如今，经过卫生部特训的战地医护人员与军人都具备在前线为重伤士兵执行输血的能力。亚速旅在战地输血领域扮演着先驱角色。该部队自2019年起即将输血技术纳入战斗医护训练，并在马利波 Mariupol 保卫战中首次实战应用。目前，该旅第12特种部队在克里米纳森林战区，每月约使用数十公升血液，挽救众多重伤员士兵的生命。无人机能够自动决定发动攻击，提高作战效率。战场补给与搜索救援的 AI 无人机还可用于在战区投送物资或寻找失联士兵。是的， AI 无人机的优势是不用休息，不受人体限制疲劳，可计算最佳作战方案，减少决策时间。AI 无人机可以透视红外线、光学摄影机和雷达自动识别敌军、建筑物、战场地点等信息的计算机视觉技术。无人机内部的 AI 会根据战场情况动态调整策略，例如选择最佳攻击路线或规避敌方防空火力等。不过问题也来了，自主攻击是否会导致无人战争空失？还可能被黑客劫持，需要强大的网络安全保护机制，在复杂战场环境下仍可能出现错误判断。随着俄乌战争推动无人机战术的革新，无人机饱和攻击成为新一代战场威胁。现在，美国军方开始利用 AI 人工智能加 LDEW 镭射导能武器，实现
毫秒级反应，让无人机刚出现在视野中就被一束镭射秒杀。这究竟是什么黑科技？这种 AI 操控的镭射武器会如何影响战争模式？ AI 如何操纵镭射武器？未来战争的新杀手锏。无人机的时代即将结束， AI 加镭射武器才是未来战场的终极对决。我们先来全方位解析一下镭射武器的特点与作用。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镭射武器已逐渐成为未来战场的重要技术之一。从无人机防御到导弹拦截，镭射武器正在改变战争模式。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特点？能发挥哪些作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镭射武器特点：超高速攻击，也就是光速打击，无法躲避。镭射以光速约30万公里每秒传播，几乎是瞬间击中目标，敌方无法提前预警，也来不及闪躲，无法拦截，直接命中。对比传统武器，飞弹速度数倍因素，可能被拦截或躲避。镭射武器不需要传统弹药，只要有电力供应就能无限使用，不必担心弹药耗尽问题。无限多的弹药，只要有电就能无限发射。对比传统武器，防空导弹每发成本上万至数十万美元，但镭射武器一发只要几美元电费，适合长时间防御战，例如拦截敌方无人机群、巡航导弹等。镭射攻击精度极高，可以直接瞄准敌方无人机、导弹或飞机的关键部位，如电子系统、发动机、燃料箱等，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专打要害，零误伤。对比传统武器，飞弹爆炸可能产生并附带伤害，但镭射武器能精确烧毁特定部位，避免误伤友军或平民。镭射攻击几乎无声、无烟、无闪光，敌方很难察觉攻击来源，这对隐秘作战极为有利。对比传统武器，飞弹发射时有火焰与爆炸声，很容易暴露发射位置，但镭射攻击完全静音，无弹道可追踪。快速摧毁无人机，反无人机只需短短几毫秒，镭射武器就能烧毁敌方无人机的关键部件，如摄影机、电路、发动机，让其直接坠毁。无人机群防御透过 AI 加镭射武器，能够短时间内连续击落大量来袭无人机，避免传统飞弹因弹药耗尽而无法应对。导弹拦截击毁巡航导弹、火箭弹时，镭射能量能快速加热导弹表面，使其外壳融化，内部电子系统失效，精准击毁敌方来袭的飞弹。反空中目标击落战机，镭射武器能精确锁定敌方战机的雷达、传感器或飞控系统，使其无法运作，逼迫敌方飞行员弹射逃生。反装甲车的能力，高功率镭射能够融穿装甲车、坦克的外壳，击毁内部电子设备，使装甲车瘫痪。卫星防御方面，镭射武器可用来致盲敌方卫星，使其无法侦察或通讯，影响敌军作战指挥。不过，镭射武器也有自己的限制与挑战。受天气影响，在大雾、雨天或沙尘暴等恶劣天气条件下，激光束的效果可能会降低。距离会受限制，镭射能量随距离增大而衰减。目前多用于短至中程防御，无法取代远程导弹，需要强大电力来源，如军舰、地面基地或先进电池。携带型镭射武器仍在研发中。目前 AI 镭射武器还是半自动系统，最终决定权仍由人类掌控。但随着技术发展，未来可能进化为完全自主 AI 军武。当 AI 不再需要人类批准就开火，会不会变成科幻电影里的杀人机器？马斯克警告 AI 军武可能失控，走向终结者模式。有什么解决方案吗？美国军方正在研究人机协同作战，确保最终决策仍由人类下达，以防 AI 军武失控。但这条科技发展的道路确实充满未知与风险。从 MQ-9 死神到土耳其 Bayraktar TB2， 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已不可撼动。但这还不是终点，下一代无人机正朝着群体作战发展，数百架无人机能够像蜂群一样袭击目标，让防御系统防不胜防。想象一个未来战场，一个 AI 控制的无人机群正在执行任务，地面指挥官只需要设定一个目标，无人机群就会自行分配任务，避开防御系统，甚至在任务执行途中自我学习。
适应环境，这已经不只是电影桥段，而是真正的未来战场。AI 无人机让无人机完全自主执行任务，无需指挥，随时操控。无人机如何接受命令？现在，我们的指挥官终于可以放心下达命令了。但问题是，无人机如何听懂人类的指令？方式一：默认任务指令。在出发前，无人机已经下载好任务计划，即使通讯中断，也能独立执行。方式二：实时卫星指挥。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透过 Starlink 接收最新指令，例如改变航线、改变攻击目标。方式三：地面人员、特种部队可以使用加密设备在前线直接遥控，这样无论战况如何变化，无人机均可灵活应对。当 Neuralink 创办人马斯克宣布要让人脑与 AI 直接连接时，很多人觉得这太过天马行空。但事实是，这项技术可能会彻底改变战争模式。想象一位特种部队士兵不需要透过按键或语音指令，只需想一下就能让无人机侦察敌情，甚至直接远程操控武器系统。这种意念操控技术已经在动物实验中取得突破，距离实际应用或许不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敌方也掌握这项技术，甚至骇入士兵的大脑，会发生什么？未来的脑波控制技术的方式有哪些？直接用大脑指挥无人机。BCI 泛指所有脑机接口技术，包括侵入式、植入脑内与非侵入式、头戴式设备技术。士兵佩戴脑机接口设备，如头戴式、EEG 电极或入耳式芯片。脑波控制术传统脑机接口 BCI 是一种让人类可以用意念直接控制机器的技术。士兵只需想一下，无人机就能立刻执行指令，无需手动操纵。脑波控制术核心的技术在于读取、译码并转换脑电波，然后将指令传输给无人机。其步骤如下：设备会读取士兵的脑电波 ，AI 演算分析脑电波，将想法转化为具体的指令，如前进、攻击、改变方向等。译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传输，如 Starlink 或量子通信发送给无人机。无人机接收指令，按照士兵的意念执行动作。无人机部队作战时，指挥官可通过脑波同时操控多架无人机，类似于分身作战。特种部队协调行动不需要语音。优势适龄延迟指挥，控制台消耗交通或连接反应速度比传统方法快数倍，大幅提升战场灵活性，消耗传统控制设备，士兵可更自由行动。技术方面存在的挑战，脑电波会受情绪影响 ，AI 译码需极高精准度，避免错误指令。需要高带宽低延迟的通信技术，否则可能造成操控延迟。人脑与机器的长时间交互可能造成神经负担，影响士兵精神状态。试想一下，一架无人机飞向敌方阵地，它如何知道目标在哪里？这就要靠星链了。在现代战争中，信息比武器更重要。通讯战的核心目标就是瘫痪敌方的信息传递，让敌人陷入信息黑暗。马斯克曾经强调，通讯是非常重要的。Starlink 是 SpaceX 开发的低轨道卫星互联网系统，提供全球覆盖、高速低延迟的网络服务，特别适用于偏远地区或战场环境。相较于传统 GEO 卫星，LEO 卫星减少信号传输延迟，只需安装终端设备即可接入网络，适用于紧急救援与军事行动。在俄乌战争中 ，Starlink 用于战场通信、无人机控制、精确打击等。SpaceX 持续升级的技术，提升了 Starlink 在电子战环境下的存活能力。战场通信已成为现代战争中的决胜关键。2022年俄乌战争中，乌克兰依赖 Starlink 确保稳定通信，而俄军的军用通信系统虽然强大，但仍面临电子战干扰与信息安全挑战。俄军没有 Starlink 的支持，主要依靠自身的军事通信技术维持联络，但面临重大挑战。使用 Equidac 和时代超级加密通信系统，但可能受到乌军电子战干扰。俄军依赖 GLONASS 进行精确定位，但受电子战影响。部分士兵使用民用通信手机与无线电，导致信息易被乌军监听并定位。俄军使用 Kryzhka 4 Murmansk BN 来干扰乌军通信，
但难以完全瘫痪 Starlink。俄军也依赖梅里迪安卫星与欧朗什车载中继设备提升战场通信。由于星链提供了灵活与全球覆盖，俄军的通信系统在受干扰后恢复速度较慢。俄军的电子战技术强大，但难以完全瘫痪星链。乌军依靠星链仍能保持前线指挥与协调能力。俄军高级指挥员多次因通信问题而暴露。未来 AI 可以透过深度学习技术，自动分析敌方通讯模式，进行精准干扰，甚至假造信息混淆敌军。你能想象吗？未来战场上，双方可能不再是单纯的枪炮对决，而是一场真实与虚假信息的较量。当地球战场愈发拥挤，太空已成为各国争夺的新战场。美国早在2019年成立了太空军，中国、俄罗斯也积极发展反卫星技术。未来的战争可能会围绕着谁能掌控地球轨道上的卫星网络而展开。假设某国在冲突中发动轨道打击，摧毁敌方的 GPS 通讯卫星，让敌军的无人机、导弹、通讯全部瘫痪，这场战争是否还没开打就已经结束？众所周知，俄乌战争及台海紧张局势，促使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并应用。这些技术不仅改变战争的性质，也可能成为决定未来冲突结局的关键。在长达3年的俄乌战争中，随着无人载具和 AI 系统等商业技术迅速投入使用，使战争的性质出现变化。尽管不是俄乌战争引发这项趋势，但它确实加速了转变过程。与此同时，数量日益增加的机密海底系统是对抗中国与吓阻北京侵略台湾的核心。另一方面，台湾已向美国购买了弹簧刀300型游荡攻击飞弹系统及 OTS-600MB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可在战场上飞行，辨识出目标后俯冲进行攻击。根据美国太平洋地区指挥官表述，若台湾遭到侵略，他们可能使用上述这类无人系统以及幽灵鲨 Ghost Shark 等更大型的水下无人载具，让整个地区变成无人载具地狱，瓦解试图穿越台湾海峡的中国军队。而在台海这类争议地区，拥有够多能自行选择目标的无人系统，可能成为胜败关键。如今世界还在局部战争之中，美乌协议谈判破裂，俄乌谈判又变得遥遥无期，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川普梦想的世界和平，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实现了。是的，未来 AI、无人机、脑机接口、Euro Inc、通讯战、太空战、科幻小说正在变成现实。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